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大语言模型会有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 DeepSeek 的这件事情其实把这个时代的拐点带来，就是从第一阶段的各大厂开始在做军备竞赛，买了很多 CUDA base 的 GPU， 训练为主的 base 开始 trigger 到第二阶段 inference 为主，跟 trigger 第三阶段，它2跟3是同时启动的。开源出来之后，隔了1周，当大家去验证它并没有说谎，而且效果真的不错的时候，那就造成这次的股票的这个大崩跌，大家就认为这个时代拐点真正来临了，就大家被幸福了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近期 DeepSeek AI 的事件让大家非常的恐慌，到底是不是用低成本去突破了当代技术的瓶颈？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然也及时的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消息，但是我脑中第一个想到的可以访问专业的人选，就是我身边这一位耐能智慧的执行长刘俊成执行长，因为他现阶段他的 NPU 是由他来发明的这个词，而且呢，他所撰写的教科书在美国的400多间大学都有来做一个教授，所以由他来讨论未来的 AI 产业，我觉得是最具公信力的。Albert 你好。嘿 Jenny 你好。我们知道耐能其实是现阶段市场上面非常受到关注的 AI 新创公司 ，EE Times 有把你们列为是3大 AI 最具领导力的公司。那是不是可以请你们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201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 AI 作为你的创业，以及坚持到现在的一个背景故事？当时应该 AI 还蛮冷门的，我觉得会真的去选这一条路，也是有蛮多契机的。一来可能就是我之前在创业之前有在三星跟高通比较前沿的研发中心工作过，然后我的工作其实当时就是要去做3年、5年、10年后的一个技术这样。那其实虽然15年那时候 AI 还很冷门，但是在12、13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论文，大概就是发现一些基本的技术达到了一个技术的拐点。那当时就觉得 AI 应该会起来，那就选了这个路这样。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很爱看那个哆啦 A 梦的卡通，对。然后就有一点幻想，希望那种类人的机器人真的这个时代可以来临，这样。现阶段看起来，机器人的梦想好像已经快要实现了。因为这一次 DeepSeek 呢，大家说因为可以大幅的降低运算的成本，所以导致我们在终端啊、在边缘啊这些应用可能可以加速的崛起。那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来看啊 ，DeepSeek 这件事件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AI 产业的黑天鹅，还是你早就已经预见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其实我觉得它是确实证明了一个时代的拐点来临了。那老实说，大家会看到 DeepSeek 就是不同的立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论或不一样的想法，但我毕竟是技术出身，我还是蛮关注技术的本质。那技术本质其实 DeepSeek 的一些上的一些技术，不管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或者 MOE， 甚至 Quantization， 它做量化去用8bit 的方式来做训练，其实它的本质并不是太新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些 methodology。那耐能其实在2023年、2022年，其实我们有用这些 methodology， 不过可能就是人为言轻。但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是动用了这些 methodology， 一起把很多东西做到极致。那比方说它的那个量化，其实一般用8bit 来做训练，其实那个效果是会差的。它概念有点像说你用8K 的这种高清去做训练一定比较准，那你去把它弄成这种MP4 的那种模糊的这个资料来训练的时候，其实应该效果会差。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训练错误、理解错误，大家可能就做了很多大量的手动工作，告诉他说：“哎，你训练错了，但我告诉你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那 MOE 也是 ，MOE 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类推的时候，他用了一些 dirty work 去把它 tune 到极致。那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它把它开源了。开源就是变成说，就像假设耐能要去跟大家讲说，端的 AI 时代来临了，小模型的时代来临了，然后NPU 的时代来临，你会很难去说服别人。那而且我们提供的方案可能是一个闭源的，就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但它的好处是说，我就把一切的方法我怎么做的我都告诉你，那你自己去试。所以大家发现，就是 DeepSeek 的这个开源出来之后，隔了1周，当大家去验证它并没有说谎，而且效果真的不错的时候，那就造成这次的股票的这个大崩跌。大家
就认为这个时代拐点真正来临了，就大家被幸福了这样。我觉得这个事件其实引发了很多的争议。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们的成本的问题嘛，大家都说，你今天是用比较低阶的 GPU 来跑的，那大家有一点不信任感。但是我觉得刚刚执行长 Albert 有讲到了，你说第一个是他在技术方面，比如说我可能把这种解析度啊调得比较模糊一点，我还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你再跟我们白话的说明一点？可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还是再客观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技术的迭代，它有时候都是累积在前一代的技术的积累。那当然，媒体会有很多在争议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花这么少的钱？我觉得它对也不对，就是说，它也是积累在一些前人已经走过，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它就可以花很低的成本。那另外一点是说，大家可能会对它的技术产生的效果，比方说你去问他一些比较政治敏感问题，他可能会刻意的去回答一些或规避一些事情。但以技术的人来看，其实我们比较看重他创造的 methodology 的价值，因为事实上政治敏感，只要我教会他，我想要他的答案，他其实是可以答对的。那以事实来论证来讲，他这个 methodology 确实可以用一个很低的成本去创造一个比较百花齐放，甚至在各个垂直领域去在大家愿意基于它的methodology 去开发出更多的垂直应用出来。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对的。这样，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点就是说，它到底为什么能把成本做到这么低？还是再强调一下，其实我觉得在大语言模型之前，其实在15、16年的时候，其实 CNN 在大语言模型这次是transformer 为主，就 GPT 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但在更早之前是以 CNN 为主，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神经网络。那 transformer 是一个比较复杂、更像人的神经网络，所以它才会让大家觉得很惊艳。但在小神经网络的时候，其实就是刚刚说 CNN 为主的这个旧有的这个图像识别的模型的时候，其实本来在学界里面就有好几个让模型变得简化的方式。那主要有4个方法，一个叫 transformer learning， 一个叫 quantization， 一个叫做 dissortation。dissortation 就是这一次大家很大的争议的这个增六，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pruning， 其实它的物理意义大概是这样的。transformer learning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的资料拿进来做训练的时候，我假设我发现我已经训练大概已经会了这些东西，我就把一些你已经会的东西，我就不要丢来给你训练。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像我其实读中文很熟，那如果你今天还要我就是我这边摆4本教科书给我，结果1本叫中文，那我还要花时间去读，其实我在浪费我的时间。那变成说 transformer 的意义就是说，我要丢资料来教会我的时候，如果有4本教科书，我已经会的东西，我就不要丢来，那我就会节省我的训练时间。那这个是 CNN 时代的做法。那到了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它是所谓的这个预训练，跟最近也是很热门的词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叫增强式学习。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 DeepSeek 它一个 methodology 跟OpenAI 的 methodology 有点不太一样，是可能 OpenAI 或者是之前的 Llama， 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强的 GPU， 所以它其实不太去花时间去做这个预训练跟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因为它 GPU 够多嘛，我就是一堆资料我就丢进去，你就自己去学就好了。对，那就是用暴力的做法。但可能因为 DeepSeek 它的 GPU 没有这么多，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就是有一堆资料过来的时候，我先做一些 dirty work， 知道我已经会什么，我就先不要什么东西不要丢。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概念是说，我有一个东西来，像比方说我已经会唐诗300首，那我已经很熟悉7元绝句跟5元绝句跟平仄对仗的逻辑。那突然我要学一首新的诗，我其实不需要再把前面的学理都再讲一遍，因为也是浪费我时间。我就拿这个诗过来，比如白日依山尽，那我以前已经知道的这个概念，我就直接去前后对照，我就很快就能把这首诗学会。那这个也是就是这2个 function 跟当年 CNN 的 transformer 很像的核心的物理的逻辑做法这样。那但他们很厉害，就是做到很极致。对，其实我们看到也是觉得蛮佩服的，因为其实这几个方案我们其实都有上。其实我们在2023年也有对外 announce 一个耐能 GPT， 但他们真的做的比较细腻，可能是人工比较多，这是第一步叫 transformer learning 的部分。那对照于大语言模型就是预训练跟 reinforcement learning。第2个叫量化 quantization， 量化其实就是如果其实不完全是图像因为大语言模型它是什么资料都有嘛，语音啊、语义啊、逻辑都有。
但如果你用图像的概念来听，会比较理解，就是说我要去训练你去认识林志颖的照片，其实你不需要用到 8K 的照片来教会我去认识他是林志颖，因为我不需要去知道他的毛孔有多少，对，然后这个眉毛有几根，然后我可以用一个低阶一点的照片，我只要大概知道他的样子就可以了。那所以，与其用 8K 那种高清或 4K 的，我可以用1080或720P 的，甚至是压缩过的图像。但压缩过的图像的缺点就是说，它可能会认错，所以这又多了一个他们做了很多 dirty work， 就是说，一般人家在做用比方说 OpenAI， 它可能是用这种非常高清的叫32 floating point 浮点数，那低阶的它是所谓的用8 bit 的这个浮点数，对，那人其实有做一个很叫类浮点，其实概念是一模一样，但它很厉害，就是说一般人家用 8K 的对不起8 bit 的浮点数来做训练的时候，它会不准，效果会很差，但它做了很多 dirty work 去把它调成够对。它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MOE， 就是他在做这个 weighting 的时候，他去做了一些调整，这样，这是第二步 quantization。那再来就是减资跟这个所谓的 puning，puning 减资意思是说脑很大，对不对？那脑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都说脑可能有80%的部分是 idling 的，就是根本很难有人把整个脑都用起来。那它可能有不同的区域专职不同的功能，比方说影像区，它可能就是一个苹果形状的。那意思是说，其实神经网络也是，就是神经网络它当然人类对神经网络的理解还没有那么的深，但你可以想到它其实很多神经元，然后之间有很多连结。那一个训练资料进来的时候，它刚好跟这个训练资料相关的部分的连接，它就会触动连起来。那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用脑来想，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人脑我来看影像的时候，其实就是只有图像区是有动的，其他部分是不会动的。所以减资的意义是说，我要做训练的时候，这个图像跟这个神经网络，或这个 input 这个资料跟这个神经网络，它其实就只有一部分会动。那不动的地方，我就把它减掉。就是那个资就把它砍掉，这样。那以后这个资料进来，我就只是专门在做我 activate 这个部分，那也许它就可以省掉90%的资源。其他的方法其实都是合理的，对。那最后就是一个真六，真六就是这一次大家很 argue， 对。但真六其实也不是新技术，其实它也是 Google 在2016年的时候也有提出真六。其实我们公司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做人脸识别模型或语音识别模型，其实我们有上真六。对，甚至我们在2023年年底那个大雄跟静香的结婚周年纪念日10月25号，我们当时推出的那个叫 Neuron GPT， 其实我们也上了这4套方法。对，只是我觉得它最能说服大众的就是它把它开源了，然后再来就是它把它的所有的方法跟细节，不像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我就不想要讲出来，但它把它所有的细腻的部分，甚至怎么调的，它都把它讲出来。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几种方法，其实好像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要怎么样大幅的去提高我的效率跟降低我的成本。这个感觉好像也是在这一次呢会掀起这么大巨浪的一个原因。因为就像您刚刚有讲到的，之前美国的公司它其实是不太 care 效率的，反正我就是砸钱，我可以做出来一样的成果。其实我不会很 care 说我到底成本花了多少，以及对方我的客户要付出多少钱。我感觉是有定价权的优势。可是在这一次呢，中国的厂商好像是打乱了这一盘棋的感觉。其实它这4套方法，你从物理层面来看，第一，我觉得它就变成说你在做训练的时候，先撇开他拿什么资料去教他要教他去做共产党的思维，他当然会回答出共产党的思维，但其实你也可以教会他比较你希望他的思维。那所以我还是看技术的本质，以技术本质来讲，而不是你怎么去教他。以技术本质来讲，我觉得这4套方法，它本来就存在，然后他把它做到极致。然后用它的方式，我觉得它打破了几个物理的boundary。那一个 boundary 就是说，我不太再需要那么高阶的 GPU。然后再来是说，也不是只有，因为其实为什么训练一直都是 CUDA、Base、NVIDIA 的 GPU dominate 整个市场，就是因为如果我要做训练，然后我不想要管我的资料怎么丢弃它，我就是暴力的做的时候，它的整个生态链一定要非常的灵活，就变成说你小孩丢进的资料。有经过训练，就像我博士生毕业丢进来的资料，非常整理好、干净的资料，跟美国人丢的资料、印度人丢的资料都要一样，
它都要能处理，那就是 CUDA 非常强的 ecosystem， 因为它已经建构了10几年，它把很多大家没有想到的 corner case， 就小孩会犯什么错，然后美国人喜欢什么，日本人喜欢什么，它都把它弄得很完整的。但它把它打破了，就变成说我上了一些比较精简化的方式，变成我不太再这么 rely on CUDA。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就是大家开始说 AMD 的 GPU 也可以起来，甚至 NPU 也可以起来，甚至 AC 可以起来。我觉得这是它这一次对整个市场最大的冲击，deliver 的 message 这样。我觉得这个也还蛮符合我们之前见面的时候，其实你就有跟我讲到，你觉得未来呢就会朝向推理部分，然后去做个进行嘛。从过去的训练，然后到未来的推理，其实现阶段好像已经开始去加速了。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在网络上面去下载这些开源的模型之后，我也可以在本地然后去跑我自己想要的模型，甚至是在隐私啊或者是专有数据方面，只要我可以掌握到这些数据，我就可以去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很多人都讲说，这个转变其实对于 AI 的产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未来的发展会从训练去朝向推理。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后续的一个发展？其实有一句谚语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对，我还是再回看一下，就是说在上一代的这个 CN base 的 AI 的模型，它怎么做的？但大语言模型跟 CN 不太一样，它更大、更完整、更复杂这样。但其实，因为那能做很早嘛，从15年就开始做。其实15、16、17年 ，exactly 在上一代的 AI 模型就一模一样，跟今天正在发展的趋势一样的。那时候其实是这样，就是说 CN base 为主的，它其实做影像识别为主。那当时刚开始有这个人脸识别，是第一个大家发现人脸识别原来 AI 做的比人好。那当时不管 Facebook 或 Google，当然西方比较担心隐私，所以其实并没有那么张扬。但比较出名的是中国的商汤寒武纪，这不是寒武纪，商汤、Face 加加、依图、云宠。那当时你会发现，模型还没有训练到非常准的时候，各家都开始买大量的 GPU 在云上做训练。然后那时候的 AI 其实是被局限在云的，然后可是，在16年，那是16年的2月、3月开始，然后 Google 也当时的丁麦把它拿去做这个有下棋，然后丁麦下棋一起来之后，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的 AI 的CN base 的热潮。那你会发现，当时可能云上的 GPU 的训练可能占当时的市场可能大概95%以上，因为大家都想要极致的做军备竞赛。拿到更多的 GPU， 把自己的模型 tune 到准，那就很像今天的这个我们叫第一阶段 AI 的这个第一阶段。结果后来没多久，你会发现，当人脸识别模型大家都没有差异化的时候，一开始到97%、98%、99%，然后最后是99.9%、99.999%、99.999%，大家都没有差异的时候，变成云上的 inference， 这叫第二阶段 ，inference 开始叫推论开始变成主流。那时候的推论市场马上上升到90%，然后训练只剩10%。只要到推论的时候，其实 CUDA 的壁垒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只有训练的时候才会大家都需要把资料丢上去，然后希望资料是比较多元，比较没有就是不会因为你是谁，就是要 user friendly 跟 flexible 这样 flexibility。那但是到了推论的时候，其实 CUDA 的壁垒就没有那么重要。那再来没多久呢？就是这一次 DeepSeek deliver 另外一个 message 叫 distortion， 就是蒸馏，把模型变得很小。然后其实我们有那时候大概是在17年年初，就是后来你发现连端的模型就很小的模型，它的准度跟云上的模型基本上没有差异了。然后后来开始端的 AI 就起来了，所以那时候这件事情的趋势在人脸识别时代出现，在语言翻译的时代也出现。所以你现在看到人脸识别模组基本上很多都在端。然后很多翻译机其实在端也可以做。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大语言模型会有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 DeepSeek 的这件事情其实把这个时代的拐点带来，就是从第一阶段的各大厂开始在做军备竞赛，买了很多 CUDA base 的 GPU， 训练为主的 base 开始 trigger 到第二阶段 inference 为主，跟 trigger 第三阶段，它2跟3是同时启动的。那其实今天早上才有个 message， 才有个讯息嘛，是 Microsoft 把那个DeepSeek 为主的模型 PO 到了 Snapdragon， 就是 Qualcomm 为主，那个基本上就是端的小模型，它 target 的其实就是 AI PC。
而且你看到，它在端的模型基本上准度，它提出来的那个 spec， 其实跟云基本上没什么差异。这样，你刚刚讲到的东西，是不是最近我们大家常在讲的，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饱和、比较成熟的阶段。那最近大家讲的 scaling law 就是缩放法则，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的起源？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要推向，然后到你刚刚讲到的第2阶段跟第3阶段。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年底，其实华尔街日报就有开始很多 argument。第一个 argument 是说，这些云端巨头拼命做军备竞赛，但是其实推出来的模型差异化已经不大了。其实就跟当时16年的人脸识别跟那个很像，感觉是一个放大版而已。对，可是然后你又发现，就是说用 GPU 为主的 AI，造成了碳排放跟地球的消耗资源其实很大，它每一年产生的这个碳是59tons of carbon dioxide。然后其实我们也实质有感，去年的整个气候其实异常嘛。我从来没有在台湾11月还有台风，对不对？然后南加40几年也没有森林大火，还是比佛利山庄对不对？所以老实说，这种碳排放其实对地球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 burden。然后另外很多大厂甚至说要去盖核能电厂来维持用 GPU 为主的 AI， 让这个时代能延续。其实它已经有点疯狂了这样。然后很多华尔街日报也甚至说，百对它有一篇新闻说，GPU 厂商甚至会把地球的海水蒸发了7% 还8%在一定时间内。然后他也说，这些云端大厂买了这么多 GPU， 投入产出比不符合效益，它还有很多问题，等一下可以说。我觉得它有模型的问题，因为当你的模型是全部开源的时候，资料很容易被 corrupt。就是说我今天想要让这个大语言模型来帮我解决我工作的问题，那可是它可能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那资料不正确，我就不敢让它工作。但是当它变成区域化 localize 的时候，因为它是我每天教的，它就变成我个人的 AI，那这样我就可以确保它的答案是对的，那它就能真正的产生出效益。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从Phase 1第1阶段到第2阶段 inference 为主，到第3阶段端为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产业才会真正创造价值，然后才会爆发。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就是打破了CUDA的壁垒，让 NPU 能崛起。我觉得它会让就是一来你的地球不会需要盖核能电厂，然后碳排放不会那么高，然后第3就是你的 AI 比较精简化在 localize， 那它才能真的能帮助你的 day to day work 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来这样，等于感觉它是更可以去接触到消费者或者是应用端的感觉。那您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我现在进入到第2阶段，因为我已经不需要去训练这种大型语言模型了。第一个是低阶的 GPU 可能会崛起，第2个是 ASIC 就是专用型的这种可能会崛起，再来就是 NPU。那这3个部分呢，我感觉好像在 ASIC 跟 NPU 上面，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类似重叠或者是竞争的地方？对，我这边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它是一个时代技术的迭代。其实 CPU、GPU 或 NPU 或甚至大家所谓的 ASIC， 它其实跟这个录影带、跟这个 VCD、跟 DVD、跟 MP3 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不同世代的产品。就 MP3 可能大家觉得很小，所以你不太能用 MP3 的一个随身碟，它可能可以放40-50部的这个录影带的电影的这个资料来看说，它为什么这么小，然后为什么这个录影带这么多，然后录影带我需要一个架子，就是衡量录影带的能力，好像是说我这个架子可以放20-30个录影带，好像是比较重要的，对不对？那 MP3 你说你没有架子，好像就不行嘛？好像也不对，它是一个下个世代的东西。那 CPU、GPU 跟 NPU 它其实 CPU 是在50几年前就有了，1960几年 Intel 成立的时候嘛 ，right？ 那NVIDIA 是1990几年，所以它也在人类历史上也存在20几年。其实他们都有他们的历史意义跟他们创造的价值。一个是做逻辑运算的，就电脑的主核心其实就是 CPU。然后图像跟游戏最早其实是 GPU， 刚开始设计就是图像跟游戏。其实这里就有一个 GPU 跟一个 NPU 的东西。那这个 GPU 就这么大，对，然后 NPU 就这么小。NPU 做的小的 server 就这么小。那你可以看它的散热，这个还有风扇，还有很多排水系统。所以其实 GPU 一开始本来就是做游戏跟图像，你硬要拿它来做 AI， 它就会很贵，然后很大，甚至你要盖核能电厂，甚至会产生很多碳排放，然后会让地球变热这样。那并不是说 GPU 没价值 ，GPU 就是适合做游戏，对。那我觉得它会跟当年的还是这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是当年的 CPU 跟 GPU 时代的竞争，最后其实你会发现两个
CPU 两个 processor 其实都存在在历史上。那现在电脑其实都有 CPU 跟 GPU，right？ 我觉得未来也是会同时有 CPU、GPU 跟 NPU。那 ASIC 是什么 ？ASIC 有点像是一个大家为了要找 GPU 的替代，因为真的太贵了，要盖核能电厂，不是每个公司可以负担得起。然后碳排放那么大，然后做的系统还要水冷系统，还要这么重的这个风扇，这样 ，right？ 那在那个时代演进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有一些公司就去做了一个 ASIC。ASIC 干嘛呢 ？ASIC 其实就是把它的要做的function写成一个专用的晶片。但它的缺点是这样，就是说人类其实对 AI 的了解还没有这么深，就有点像人类对人脑其实也没有那么了解那么深。像我们以为的视觉区，也许它是一个苹果形状，但是也许隔了5年之后，你发现视觉区其实应该是这个凤梨形状。那 ASIC 是怎么样的？就是说我知道它是视觉，我就把它写成一个苹果，它就是固定的了。那变成说，如果我知道下一个世代模型改变了，它变成凤梨形状，我要重新再开一颗 ASIC， 它的开发周期就2年3年，所以它就会有点就是僵化。那所以你会看到很多 GPU 大厂在攻击 ASIC， 或把大家误导为 ASIC 跟 NPU 是一样，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对，我等一下解释一下 NPU 的原理。那其实我刚刚就说了，现在大语言模型是 Transformer 为主的，但是其实上一个世代就在3年前，其实是 CNN 为主的。其实我都认为再过1-2年应该会不是 Transformer 为主，可能会是 Mamba 为主的。这个是耐能的预言，这个一定会发生。我们先立 flag。对。那其实我们很早读 Transformer， 我们在2021年就 announce 一个晶片去支持 Transformer， 其实我们看的还算准，可能也因为跟我以前在高通跟三星的训练有关，然后每天都有在读一些 paper。那 long in short 就是说，像 CNN 为主改成 Transformer， 以 ASIC 的这个方案，我以前 CNN 的晶片我就不能用了，我要重新开一颗。就是我以为人脑的视觉区是苹果型，我把它刻成苹果型，结果原来是凤梨型，我就要重新再刻一颗。那它一次开发周期就2年，所以变成说 GPU， 我觉得不管是 ASIC 还是 NPU， 其实它都要解决的痛点都是 GPU 现在太贵了。那有人就提了 ASIC 的方案，那 NPU 的方案是什么呢？其实 NPU 耐能定义的 NPU， 其实我们已经在市场上有6-7颗 NPU， 最早做的嘛，15年就在做这样。那确实有一些厂商做的 NPU 很像 ASIC， 但他就硬拿 NPU 来当成它的词，但那个不是耐能的 NPU， 耐能的 NPU 叫可重构 NPU 架构。我们也是因为发明了这个架构，所以得了 IEEE 达林顿奖嘛 ，IEEE 的 CTSOC Leadership 奖。达林顿是发明电晶体的人，所以在 IEEE 这个协会里，我们得到这个奖是还蛮受国际的认可。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这小毛头写书会这么多世界各国的大学在用？那这可重构 NPU 的架构是这样，就是说人脑很大。那我也觉得，就是我硬刻一个视觉区跟一个嗅觉区，它其实一来不灵活，二来我也许只刻了一个视觉区，它只能做视觉的 AI。我如果要再做一个嗅觉或听觉区，我要再刻一个苹果香蕉型的，那我的晶片就会做很大。然后可能我现在没有在做视觉或嗅觉的时候，我只有做一部分的时候，它可能另外70-80%的地方是 idle 的，对 ，right？ 所以不像其他公司去做整个脑，或者是把整个脑的区域写死，我们做的其实是我们没有建整个脑，但我们却做了一个很灵活的方法，可以支持整个脑，是因为我做的是脑神经元。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媒体上说我们是 Lego-like 乐高式的这个晶片，就是我里面有一堆乐高，它就是一堆小小的脑神经元。然后今天如果要做视觉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脑神经元拿来组成一个苹果的形状，就像捏黏土一样，把乐高拼成一个视觉区，那我就能做视觉的 AI。那下个时刻我把它拆掉，我要做听觉的区的时候，我就把它组成一个香蕉形状，我就能来做这个听觉的 AI 这样。那好处就变成说，如果明天我发现视觉区不是苹果形状，是凤梨形状，我再多补一些脑神经元，它就可以变凤梨形状。所以它可以随着技术的迭代，我还是能支持。那另外一个点就变成说，我每次组的部分就是这一个我正在用的部分，所以我的比较能 fully utilize， 就是能真正充分用到，而不是说我的脑很大，然后我建一个非常大的脑，但是80%-90%是 idling 的这样。
我听你刚刚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现在是从 GPU 然后改到 ASIC 这种专用型的、对于一些大厂来说，它可能有资本然后去做一个开发，而且它的开发周期也是比较强的。可是如果未来呢，不管今天是任何的参数或者是任何的规格有改变的话，它又要花很多时间再去重新去做一个创建，或者是重新再做一个设计。可是如果今天我是用 NPU 的话，因为 NPU 这个词其实就是您发明的嘛，而且现在已经被广为使用了。我今天如果是用 NPU 的话，我等于是我想要什么功能，我就把它加上去就好了。我可能在后续做开发，然后我可以一直不断的扩建，甚至是我今天我的运算能力也可以透过这种乐高式的方式，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做一个堆叠，是这样吗？对，像这个里面其实就叠了4颗，就是说一个是在晶片里面可以可重构，就我透过分位，就是我的指令集去把它改变它组这个乐高的方式，那我可以多加几个神经元，让它变大一点或变小一点。那另外是说，如果晶片层面不够，我还可以再就是3、4颗晶片像积木一样叠，让它的功能就是变强这样。对，就是一样，其实也跟 DeepSeek 一样，就是可能耐能因为资源比较有限，然后人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是把很多东西想要把它弄到极限。那欧美的大厂毕竟资源很多，所以他们就比较暴力的做这样。其实它都是不一样的 approach， 但可能就是局限于资源跟人力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很早就是走这个我们所谓的可重构的 NPU 的架构的方式这样。所以耐能在这种创新的突破压力之下，其实你们的创新能力也是非常强。我看就算今天叠了很多晶片，可是不管是在体积啊或能耗上面，其实还是相对都是处在一个比较小的阶段。是的，是的，其实这里面有时候你连散热片都不需要的。好，可是我又想来挑战一下，因为我还是有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现阶段你如果到边缘啊，它还是需要去运算一些大型语言模型嘛。那如果今天我用 NPU 的话，它的算力可能没有办法去达到我想要，可能跑不动。比如说，我的未来到装置啊，譬如说 AI PC 啊，或者是一些终端的话，如果我今天用 NPU，它还是没有办法去比过 GPU， 我可能只是需要用比较低阶的 GPU 而已。那这个东西你怎么看？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用技术的本质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知道 CPU 有 CPU 的算力，GPU 有 GPU 的算力，NPU 有 NPU 的算力。你可以想象，它号称的算力就是它的规格，就是它有多大，然后多 powerful。但是 CPU 的本质的每个算力，它其实主要在做加减乘除，其实比那个计算机那个就是最早的 CPU。对，那可是假设说我今天说我算加减乘除的能力是10好了，你要把它拿来做图像，它这个10是不是？等于做图像的能力的10呢？就是假设有另外一个 GPU， 它的算力也是10，然后 CPU 的算力也是10。那 GPU 是在干嘛呢？它是做图像的 matrix 的那个算，就是因为它最早是做游戏图像的，因为游戏图像是好几个像素，所以它就要矩阵乘法，然后里面有 RGBD， 然后 RGBD 是255，就是一个原色。总之，它就是说它在算说你的这个每个像素的那个成色是多少。那意思说，你拿加减乘除的这个来算这个成色，即使它是10的算力，它做图像还是会输 GPU。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有个 CPU、GPU 跟 NPU， 它的算力都是10，单位都是10，那我们一起去跑加减乘除 ，CPU 的10的算力的产生出来效果，一定会远远赢 GPU 赢 NPU。那这3个都是10的时候，我拿去做这个图像，一样是 GPU 会赢大幅的胜 CPU 跟NPU。那可是一样的，如果这3个拿来同时做 AI，NPU 的10的算力会远赢另外2家，就是这样。所以我常会讲是说，你不能拿 DVD 它的这个一个圈里面有好几个格，它是说我有多少格，我有多少储存量，我就比较强。可是 DVD 跟 VCD 它就是不一样的技术，所以你不能拿 DVD 的概念思维来看 VCD， 也不能拿这个概念思维来看 MP3。一样的就是。CPU、GPU 跟 NPU 虽然它都叫算力，但我觉得它的单位就有可能是美金、台币，然后看你的应用是什么这样。所以如果未来呢，我们真的要到推论，然后到边缘的话，其实有一个方式是，比如说我的电脑、我的笔电里面，我可能有 CPU、有 GPU， 但是我要怎么样可以去加入到 NPU， 可以帮助它在跑 AI 的时候可以变得更顺，或者是提升它的效能，其实才是这些厂商它必须要去关注或者是去开发的一个重点。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叫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我们今天你看，现在的 NPU 跟 GPU 的市场上的很多讯息，其实在30年前，在我很小的时候，当年的 CPU 跟当年的 GPU 也是一模一样，有一样的争论。当时 CPU 大厂，当时 CPU 大厂2家 ，Intel 跟 AMD，GPU 大厂也是有2家，一个是 ADI， 一个是 NVIDIA。那
当时的 CPU 大厂就在市场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不用 GPU， 其实你用 CPU 就能做游戏做得很好了。然后甚至说有些大厂甚至有一个 embedded 的，就是 Intel 当时有出，在它的 CPU 里面有 GPU。但我还是想要强调 ，CPU 跟 GPU 跟 NPU 的架构它是大大的不同，它有点像是货车、卡车跟坦克车，然后你硬要把坦克车跟货车组合在一起，它就很糟糕，它的性能就会大幅的降低，就变成说你要打仗也不行，然后载货物也不行。当年的 Intel 就干了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是大厂，所以每天跟大家 brainwashing， 所以有些 GPU 大厂撑不过，因为他们大厂一定会防止下一个技术崛起嘛，这个是不变的道理，这是利益的本质。所以当年的 CPU 大厂就拼命跟大家洗脑说GPU 不行 ，GPU 不行。那有一家 ADI 就撑不下去了，所以 ADI 就贱价卖给了 AMD。那 NVIDIA 撑过了，那时候有个时代的拐点，就是 3D 游戏出来了，然后NVIDIA 撑到那个 3D 游戏崛起，当然还有当时的台积电支持他，让他先 tap out， 后面再还钱，然后有一些日本的厂商先买了，先付了钱，所以他撑过了那个死亡的幽谷这样。然后后来 3D 游戏大家就发现 GPU 跑 3D 游戏性能就是远远的比 CPU 好很多，然后那种 embedded 的混合型最后就不是主流嘛，就技术的本质它就不是主流，所以后来 NVIDIA 就崛起了。所以你看当时现在的笔电其实最后都是 CPU 加 GPU。那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好的架构，以技术的本质来讲，它还是 independent 的 CPU 加 GPU 加 NPU。如果你要解决够复杂的系统，如果你要解决很简单的系统，也许 hybrid 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是充分发挥这3个的优势的话，其实它是独立是有它的优势的。这样，其实它就跟你的那个瑞士刀一样，就是说你不能硬把剪刀跟那个小刀整个弄起来，就是你需要剪刀的时候，你把剪刀拔出来，然后你需要小刀的时候，你把小刀拔出来，这样。那我们知道，除了 AI PC 之外，其实边缘装置还有很多嘛，包括像车用啊，或者是你们现在非常专注，也有在安控的部分，其实也没有跟很多的大厂去做一个合作。我想知道未来在 AI 趋势的发展之下，耐能的 NPU 到底还有哪一些发展的潜能跟机会，可以让我们参考？其实我们现在公开的就是能讲的客户很多，像韩国的 NHN 其实就是韩国的 Google， 它最大的搜索引擎 Naver， 那个 Blackpink 的那个 YG 的母公司也是 NHN。那它应该是19年开始就用我们家的方案，然后韩国的韩华，他们最大的军火商跟他们最大的安控公司，应该超过50% 以上的外面的 AI camera 用的也都是我们家的 AI 晶片。那 Panasonic 啊、Garmin 啊，然后车厂啊，对，像我们有进 Kenwood、N Customer 就是 Toyota 这些这样。那其实有点像是在这一次的大语言模型或这一次的 DeepSeek 还没有跟大家证明说大语言模型可以这么的轻量，然后PO到各行各业里之前，我们能挑的都是对成本跟对时间有 critical 的需求的厂商。比方说车子，你就不太可能 rely on 很贵的 GPU 在云上，因为车在开的时候，如果你要判别一些场景，你要把这些场景传到云去做判别完再传下来，那它可能都一点 delay， 它可能都会把人撞死嘛。所以你就发现无人机跟车这个一定是要 localize edge 的为主这样。那某些国家，比方说我们现在跟沙烏地阿拉伯在合作，它其实非常注重主权式 AI。主权式 AI 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是说如果你用 GPU 来跑，那因为它很贵，然后但是对某些国家，它不希望把它的核心的国家的国防机密或安全机密去泄露给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生成 AI 的大厂，但是他又没办法去用核能电厂这种等级，然后买一堆 H100来建构。就像沙烏地，它天气已经很热了，它还要更碳排放更热，那其实蛮可怕的这样。所以这时候他就要想要选我们这种 NPU 去做它的比较便宜的这个主权式 AI， 然后对地球环境也比较好这样。那再来就是每个公司可能会需要建构公司的GPT， 那也是我们去年或前年一直在推的那就是 localize 的这个 GPT。其实那个 GPT 后来我们也是搭配的是 CPU、GPU 加 NPU 的一个整个子系统这样。好，那最后呢，我还是不免俗的想要问一个跟投资市场相关的问题。毕竟呢，你也有说，在这件事情刚出来到市场真的发酵的时候，其实大概隔了1个礼拜嘛。对。那你觉得这次产业的一个飞跃，或者是技术的一个创新啊，对于未来不管是大型的科技巨头，或者是潜在的新创公司，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多或者是利空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时代的巨轮是一直在滚动的，就跟技术的这个巨轮也是一直在滚动，就跟当时我说的 CPU 跟 GPU 时代
就是 CPU 最后还是有它奠定的它的江湖地位 ，GPU 有它的历史定位。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它就是一个时代的拐点来，就是它驱动了这一次的大语言模型，就像我当时在16年、17年经历的那个 CNN 的模型，从阶段1切换到以训练为主的阶段1，切换到以推论 inference 为主的阶段2，到切换到第3以端，其实云跟端同时都有各自的生态但是端就百花齐放这样。那我觉得这次大语言模型也是一模一样在驱动的这个第1阶段、第2阶段跟第3阶段。那我觉得这对环境跟对事物的本质也是健康的，因为我觉得大语言模型的 AI 当然它有它的价值，因为它全知全能嘛。但是你以生物学的角度，就是你有你独立的脑，我有我独立的脑，来，我们的脑并没有连到一个更大的脑，对不对？那这个脑有个更大的脑去全知全能，在科幻电影大家也有看到，其实就是那个天网 Skynet， 然后甚至是这个 Matrix。那我们都觉得 NPU 为主或以端为主的，其实比较像是哆啦 A 梦这种，就是每个机器人它有它自己个性，然后它不会被。就如果它全部聚中在一个很大的脑，很可怕的是，假设有些疯狂科学家去教会它说，这个机器人要统治人类啊，或者是控制核弹要去毁灭地球啊，其实它会走向哪里是未知的。那有些真实的实质应用，比方说，像我们曾经有帮一家公司做它的客服系统，那它的客服系统，他就希望它的资讯是可控的，就像人家来问他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公司是良善，然后科技创新。然后，可是如果他的竞争对手，如果他是一个 open 的大的模型，他的竞争者如果来跟他说这个公司是个烂公司，或网络上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文章，他就不会符合他想要达的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 eventually，我觉得这一次的事情，以我自己看的，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大语言模型或者是以 GPU base server 为主的 AI 对地球的伤害啊，这个南加大火啊，这个台风啊，然后碳排放啊，盖核能电厂，导向一个云有云的全知全能的 AI， 但是同时又百花齐放的小的 AI， 我觉得它是一个更良善的一个，不管是环境 ESG， 甚至 AI 的文明发展、道德发展，还有真正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不会有那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问题，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更好的。那我觉得万物是离不开本质，当你本质是更良善的，其实资本自然而然就是比较良善的这样。我相信这应该也是耐能在经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原则跟理念。因为我之前看过你的很多专访，其实你都是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借由不管今天是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所作所为，可以让它变得更美好。是的，对，今天非常感谢 Albert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借由这一次的访问呢，其实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 DeepSeek 所带来产业的影响。其实很多我觉得反而在技术方面是对于世界有正向的影响的，但是在商业的竞争或者是在资本市场上面，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带来不小的波动。那也很感谢 Albert， 因为我好像是在除夕的时候，然后私讯你就说，可不可以来聊一下 DeepSeek？ 但是你非常对你非常霸气的跟我讲说，创办人是没有休假的。我相信这个也是耐能公司它可以厚积薄发，到现阶段呢，可以成为 NPU 或者是在未来的 AI 趋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也期待你可以成为下一个科技巨头。对，谢谢。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有任何跟 AI 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那今天就先这样喽，拜拜。